如果你的身家財產大部分都是股票、債券或者現金，這支影片可能會讓你對未來的財富規劃有一個顛覆性的思考。這個星期，特朗普又一次塌口，在達沃斯論壇上跟歐洲、加拿大達成協議，暫緩關稅。華爾街一片歡騰，美股強勁反彈的時候，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卻被很多人忽略了。這個問題就是，到底是什麼力量能讓像特朗普一次又一次的塌口？答案不是歐洲的強硬，也不是加拿大的堅持，真正讓他低頭的，而是比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都更有威懾力的存在——美國國債。特朗普威脅要對歐洲加徵關稅，市場風聲鶴唳的時候，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衝高到接近 4.3%。而當他宣布暫緩關稅後，美股應聲反彈。與此同時，之前因為避險情緒而創下歷史新高的黃金和白銀卻應聲下跌。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你到底是應該跟着美股一起狂歡，還是應該警惕這場狂歡背後是不是隱藏着更大的風暴？看完這條影片，你就会知道誰才是這盤棋局中真正的操盤手。你將會超越市場上95%的散戶，洞悉這場財富轉移的真相。如果你想在這次百年一遇的變局中保護好自己的血汗錢，甚至抓住機會實現財富躍升，請你一定要把這支影片完完整整的看完。好，我們回到故事的開頭。這個星期市場的主角無疑是特朗普，他先是擺出極限施壓的姿態，威脅要對歐洲和加拿大加徵關稅，理由是丹麥不肯賣格陵蘭島，搞得全球市場雞飛狗跳，美股、美債、美元同步下跌，一副拋售美國的景象。然後呢，就在達沃斯這個全球精英的派對上，他又突然180度大轉彎，說跟北約達成了框架協議，關稅不加了。於是華爾街立刻開香檳慶祝，美股強勁反彈，好像危機從來沒發生過一樣。這就是典型的塌口。特朗普總是臨陣退縮，是什麼東西能讓他一次又一次的塌口呢？就是美國國債。為什麼呢？我來給大家打個比方，你可以把美國政府想象成一個開公司的老闆，特朗普就是這個公司的 CEO。公司要運營，要花錢，錢不夠怎麼辦？發債券，找人借錢。誰是最大的債主呢？就是全球的投資者，也包括其他國家的央行和主權基金。當這個 CEO 到處惹事，威脅要跟公司的主要客戶打貿易戰的時候，債主們會怎麼想？他們會覺得這個公司風險太大了， CEO 太不靠譜了，我不想再借錢給他了。於是他們就開始拋售這個公司的債券，拋售的人多了，債券價格就會下跌。債券價格下跌會產生一個致命的後果，那就是收益率上升。最近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衝高到接近 4.3%， 這意味着美國政府、美國的企業，甚至每一個需要貸款買房買車的美國人，他們借錢的成本都在急劇上升。我給大家算一筆賬，美國政府現在的債務總額已經超過36萬億美元，如果平均利率上升1個百分點，光是每年的利息支出就要多付3600億美元，比很多國家一整年的 GDP 還要多。這些錢從哪裡來？要麼加稅，要麼繼續借錢，要麼印鈔。無論哪一種，對經濟都是巨大的負擔。在這個選舉週期，經濟是特朗普最重要的政績。如果因為他亂搞，導致整個美國的借貸成本飆升，經濟衰退，你覺得他還能維持支持率嗎？所以不是特朗普不想搞事，而是債券市場這個隱形的董事會用實際行動對他投了否決票。有市场策略師說的一針見血，唯一比川普更強大、更具威懾力的就是美國債券市場。債券市場或許是唯一能阻止特朗普的力量。全球最大對冲基金橋水的創辦人瑞達利奧也公開講了同樣的觀點。他說，在貿易逆差和貿易戰的另一面是資本和資本戰爭。意思就是說，特朗普以為他在打貿易戰，但實際上真正的戰場在資本市場。當你威脅別人的時候，別人也可以用資本流動來威脅你。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特朗普身上的時候，在東京，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已經打響。日本的國債市場正在經歷一場史詩級的崩盤。
被很多國際大行稱為日本的特拉斯时刻。特拉斯时刻這個詞源自2022年英國前首相特拉斯，他一上台就搞無資金支持的大規模減稅，結果引發英國國債被瘋狂拋售，差點搞垮了英國的養老金體系。他自己也成了英國歷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只當了45天。現在同樣的劇情正在日本上演，而且規模可能要大得多。日本新上任的首相也提出了一個聽起來很美好的減稅計劃，但問題是錢從哪裡來？沒人知道，市場的反應是極度的恐慌。就在最近，日本20年期國債拍賣遭遇了買方罷工，意思是根本沒人願意買，認購倍數創下了歷史新低。就像一個信用破產的人想找人借錢，結果根本沒人搭理他。更可怕的是，連過去最鐵桿的買家，比如日本人壽保險公司，這些掌管着巨額養老金的機構，都開始成為了日本國債的淨賣家。也就是說，連自己人都不玩了。大家要知道，日本的國債市場有多大？日本政府的債務占 GDP 的比例已經超過260%，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政府欠的錢是整個日本一年創造的財富的2.6倍。這種債務水平在任何一個正常國家早就破產了。日本之所以能撐這麼久，靠的是兩個東西，一是日本央行瘋狂印鈔買債，二是日本國內的機構投資者，特別是養老金和保險公司一直在乖乖的買國債。但是現在這兩個支柱都在動搖，日本央行已經開始縮減購債規模，因為他們也撐不住了。而國內的機構投資者看到國債收益率這麼低，通脹又在上升，他們的實際回報是負的，誰還願意當冤大頭？這件事的可怕之處在於，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債權國，也是美債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之一。當日本國內的債務火山要爆發的時候，日本的機構為了自救，為了籌集現金，他們會怎麼做？答案只有一個：拋售海外資產，特別是流動性最好的美國國債。花旗銀行已經發出了警告，這場日本的債務危機可能觸發高達1300億美元的美債拋售潮。這就是為什麼在特朗普威脅要加關稅的時候，美債市場的反應會這麼劇烈，因為市場上已經有一個巨大的賣家準備出貨了，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踩踏。我再給大家講一個細節，日本的養老金和保險公司過去幾十年一直是美國國債最穩定的買家之一。他們買美債不是為了投機，而是為了匹配他們的長期負債。但是現在，當他們自己的本土市場都在崩盤的時候，他們還有餘力去支撐美國的債券市場嗎？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幅非常奇特的景象。特朗普想用關稅作為武器，逼迫歐洲就範。而日本的內部危機卻意外地給了美國債券市場一個強大的助攻，共同逼退了特朗普。這三者之間形成了一個非常微妙的權力制衡。你以為這就是故事的全貌了嗎？不，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浮現了出來。無論是特朗普對外的貿易戰，還是日本對內的財政危機，他們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根源，那就是政府的信用正在被動搖，法幣的價值正在被稀釋。當政府的信用出現裂縫，當印鈔機的轟鳴聲蓋過一切的時候，聰明的錢會流向哪裡？答案就是黃金。你看，就在特朗普宣布暫緩關稅之後，黃金短暫回調了一下。很多人以為避險情緒結束了，黃金牛市到頂了。結果呢，轉眼間黃金又創新高了。這個就是95%的散戶會犯的錯誤，他們只看短期價格的波動，卻看不懂背後長期的趨勢。他們看到黃金跌了，就以為牛市結束了，趕緊拋售；看到美股漲了，就以為風險過去了，趕緊追高。結果呢，往往是賣在底部，買在山頂。為什麼黃金能在短暫回調後迅速再創新高？因為黃金的定價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我在黃金1800美元開始不斷的跟大家說要配置一部分黃金，高盛發布了一份報告，
把2026年底的黃金目標價從4900美元大幅上調到了5400美元。你覺得他們是傻子嗎？不，他們看到的是你看不到的深層邏輯。高盛的報告裡有這麼一個核心觀點，黃金定價框架的重構需要關注的不再僅僅是美聯儲的減息節奏，更要關注全球富裕家族和機構對財政失控的恐懼程度。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意思是現在買黃金的邏輯已經從投機美聯儲減息轉變為對沖政府信用破產，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我來給大家解釋一下這背後的幾個關鍵點。第一，買家變了。過去幾年，全球央行一直是黃金的大買家，特別是在俄羅斯外匯儲備被凍結之後，各國央行意識到美元也不是100%安全的，必須增加黄金儲備来實現去美元化。而最新的数據顯示，中國人民银行已經連續14個月增持黄金，這還只是官方公布的數字。很多機構，比如高盛就估計，中國實際的購買量可能遠遠不止。中國正在成為支撐金價的一個重要支柱，但是現在一個更龐大的買方群體正在跑步入場，他們就是全球那些最頂級的富豪家族，是掌管着巨額財富的私人機構。高盛的報告明確指出，這些高淨值家族在跟央行爭奪有限的實物黃金儲備。為什麼？因為他們比普通人更能感受到財政失控的含義。當政府的債務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唯一的解決辦法似乎只剩下印鈔，讓貨幣貶值來稀釋債務。這些對於持有大量現金和債券的富人來說，是不可接受的財富掠奪，所以他們必須尋找一個安全、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的資產來保護自己。這個資產只能是黃金。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說過的一句話，在沒有金本位的情況下，沒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護儲蓄免受通脹的沒收，沒有安全的價值儲存手段。美聯儲前主席比誰都清楚，當政府開動印鈔機的時候，你的現金和債券會變成什麼？而黃金是少數能夠穿越這種風暴的資產。第二，拋售美國成為共識。我們前面講了，日本可能拋售美債只是冰山一角。丹麥的一家大型退休基金就說，因為對美國的財政紀律感到擔憂，決定清倉所有持有的美國國債。雖然金額只有1億美元，但是這個象徵意義極強，就像是打響了歐洲機構撤離美債的第一槍。管理着超過萬億資產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師退休基金也已經公開宣布，他們削減了對美元及美國國債的風險敞口。特朗普為什麼要跳出來警告歐洲不要拋售美國資產？恰恰說明歐洲人可能真的在這麼幹，或者準備這麼幹。當全球最大的幾個債主都開始懷疑美國的償債能力的時候，就不再是杞人憂天，而是正在發生的趨勢。這些從美國流出的資金會去哪裡？一部分回流本國，另一部分就會湧入黃金這個終極避風港。第三，黃金的粘性對沖屬性，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過去很多人買黃金是為了短期投機，漲了就賣。但是現在這些新入場的大玩家，他們買黃金的目的不是為了賺快錢，他們是把黃金當作一份保險，一份對沖法幣體系崩潰的長期保險。這種需求高盛稱之為粘性對沖，意思是這些錢一旦買了黃金，就不會輕易賣出，這就會導致黃金市場的供應變得越來越緊張，價格的底部被永久性的抬高了。所以大家明白了嗎？特朗普的他扣交易引發的黃金回調只是短期避險情緒的降溫，但是推動金價長期上漲的底層邏輯，全球對財政失控的恐懼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正在加劇。高盛上調金價目標不是基於傳統的供需分析，而是基於一個全新的恐懼模型。只要這種恐懼還在，只要各國政府還在瘋狂印鈔的道路上狂奔，金價上漲的趨勢就不會改变。正如投資大師鄧普頓所說，牛市在悲觀中誕生，在懷疑中成長，在樂觀中成熟，在狂熱中死亡。買入的最佳時機是在極度悲觀的時刻。
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美元信用不斷被侵蝕的時代，黃金的價值才會被真正重估。講完了黃金，我們還要回過頭來看看另一場正在醞釀的風暴。這場風暴的主角是特朗普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大家可能都知道，特朗普一直對鮑威爾不滿，嫌他減息太慢。現在特朗普對美聯儲的不滿已經不僅僅是嘴上說說了，他正在試圖從根本上動搖美聯儲的獨立性。就在這個月，事情已經升級了。美國司法部對鮑威爾發起了刑事調查，總統用刑事調查來威脅央行行長，就是說，如果你不聽我的話，我就讓你吃官司。這跟直接解僱有什麼區別？貨幣政策會變成政治的工具。歷史上這種事情不是沒發生過。19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森就曾經對美聯儲施壓，要求他們在選舉前放鬆貨幣政策。結果呢，美國經歷了長達10年的滯脹，通脹一度飆升到2位數，經濟陷入衰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如果特朗普真的成功控制了美聯儲，我們很可能會看到歷史重演。短期內市場可能會因為減息預期而狂歡，但是長期來看，通脹失控，美元信用崩塌將會是不可避免的結局，而這又會進一步推高黃金的價格。因為當儲備貨幣的發行者都不再值得信任的時候，黃金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貨幣會重新成為財富的終極避風港。瑞銀認為，地緣政治和宏觀經濟的恐慌正在將債券收益率推向危險的高位，而黃金是主要受益者。那作為散戶的我們要怎麼辦？我就給大家幾個具體的可執行的思考方向。第一，重新審視你的資產配置，現金和債券這些資產的實際購買力正在被通脹不斷侵蝕。你以為的安全，其實是最大的不安全。黃金作為避險工具的首選，應該在你的投資組合裡佔有一席之地，保護你的財富不被縮水。第二，尋找黃金之外的賣產人。當淘金熱來臨的時候，最賺錢的不一定是淘金的礦工，也可能是旁邊那個賣鏟子、賣牛仔褲的人。這個道理放在今天的市場同樣適用。黃金價格的上漲會帶動整個產業鏈的繁榮，比如開採黃金的礦業公司，特別是那些成本控制得好、儲量豐富的龍頭公司，他們的盈利能力會隨着金價上漲而出現爆炸性增長，他們的股價彈性往往比黃金本身還要大。第三，保持逆向思維，擁抱波動。投資傳奇彼得林奇說過一句話，我非常認同，遠遠有更多的錢是在投資者試圖預測市場回調中損失的，而不是在回調本身中損失的。在未來這樣一個高波動的時代，市場上蹿下跳會成為常態。今天特朗普發個推特，明天日本央行又搞個動作。如果你每天跟着新聞去追漲殺跌，那你一定會被市场反覆收割。真正的投資者應該利用這種波動，當市場因為一些短期利空出現非理性的恐慌性拋售的時候，恰恰是我們用便宜價格買入優質資產的黃金機會。我經歷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經歷過2000年科網泡沫，那2次我都輸光了本金。但正是那些慘痛的教訓，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真正的機會永遠誕生在別人恐懼的時候。2003年，我用50萬東山再起，靠的就是這個逆向思維。第四，持續學習，提升認知。投資這件事說到底是認知的變現，你能賺到的錢永遠不會超過你認知的邊界。很多人在市場裡虧錢，不是因為運氣不好，而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些問題的根源都是認知不足。你不知道這個公司的價值在哪裡，你不知道市場的周期在哪個階段，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該買，什麼時候該賣，所以你只能跟着情緒走，跟着新聞走，最後成為被收割的韭菜。投資先求知，沒有人會無證駕駛，但很多人卻在沒學過投資的情況下，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投進了市場，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你想選出能帶給你豐厚利潤的優質股，我的10倍股課程能幫到你。這個課程能夠幫你找出真正強勁、
優秀的股票讓你的資產增長得更加穩固，投資績效大幅提升。這個有系統的不斷找到10倍股的方法，是我30多年投資經驗的精華總結，現在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大家。最重要的是，我把普通投資者最常犯的10個錯誤制作成一個60分鐘課程。這10個錯誤不僅是容易犯，而且每個都會讓投資者損失慘重。要提升投資回報，最直接的就是減少犯錯、輸冤枉錢。所以我把這堂價值滿滿的60分鐘課程完全免費的送給大家，快點點擊下面的資訊欄了解更多。現在的市場對於我們普通投資者來說，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挑戰就是我們過去所依賴的很多投資邏輯可能失效，機遇在於每一次舊秩序的瓦解，都必然伴隨新財富的誕生。我希望今天這條影片能幫大家理清思路，看懂這盤大棋。今天我們講到，特朗普為了格陵蘭島，不惜威脅對丹麥加徵關稅，還要對加拿大動手。你覺得格陵蘭和加拿大最後會不會成為美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聽起來很荒謬，但在特朗普的世界裡，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的吸收。我們下期影片再見。